欢迎来到月下传说馆，我是你的讲述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神秘的都市传说。今晚的故事，准备好了吗？你有没有觉得，你家的猫有时候看你的眼神特别不一样？有人说，猫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有人甚至相信，当猫长时间凝视你时，它其实是在传递某种警告。你敢不敢在午夜时分，试着和你的猫对视？这个关于总是凝视你的猫的传说，最初在一个小镇流传。故事听起来荒诞又诡异，但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却无一例外地描述了同样的细节。在午夜12点之前，猫会毫无缘由地盯着主人看，目光深邃而冰冷，仿佛在审视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而一旦你试图与它对视超过10秒，一场无法预料的诡异事件就会随之降临。关于这则传说的起源，有人将它追溯到一个古老的民间信仰。猫被认为是灵界的守护者，能够感知人类无法察觉的危险。据说，在古代的某个村落里，流传着一种特别的仪式，村民们会在每年的冬至之夜，让猫注视自己，以便从猫的眼神中寻找关于来年灾祸的预兆。传闻说，猫会用凝视提醒主人即将到来的危险，而那些忽视猫警告的人，最终都遭遇了不可挽回的厄运。但现代都市中，这个传说似乎变得更加恐怖。人们不再将猫的凝视视为简单的警告，而是一种未知的考验，或者说是一场与命运的对决。琳达是一位独居的年轻插画师，她养了一只黑色的猫，名叫默默。平时默默总是温顺可爱，但有一天晚上，琳达发现默默的行为变了异常。她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。琳达一开始只是觉得有点奇怪，甚至拍下了猫的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，开玩笑说，我的猫是不是看穿了我的懒惰灵魂？但到了午夜前几分钟，默默的目光变得越发锐利。琳达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，她试图转移注意力，但无论她走到哪里，默默的目光始终跟随。凌晨12点的钟声敲响时，默默突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咕噜，站了起来。房间里的灯光瞬间闪烁，像是电压不稳一般。紧接着，琳达听到了一阵低语声。那声音像是从窗外传来的，但当他拉开窗帘，却发现整个小巷空无一人。他转头看向默默，却发现他的眼睛里竟然映出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影子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他自己。那一夜之后，琳达开始频繁做噩梦，总是梦到一个影子站在她的床边。而默默则从那天起再也没有用那种方式凝视过他。乔治是一名大学教授，对科学和逻辑有着坚定的信仰。他从不相信什么灵异现象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的猫斑斑开始表现得异常焦躁。斑斑白天表现得正常，但一到夜晚便会坐在房间的角落里，盯着乔治的一举一动。乔治觉得是猫得了某种疾病，便带他去检查，但兽医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回到家后，斑斑的凝视变得更具侵略性。一个深夜，乔治忍无可忍，试图用严厉的语气呵斥他，但斑斑非但没有退缩，反而站了起来，向乔治的方向慢慢逼近。12点整，乔治听到一阵金属刮擦的声音，他转头看向书房，
却发现原本锁好的抽屉被打开，里面的文件散落一地，而这些文件正是他多年前刻意隐藏的秘密，一份关于学术造假的证明。乔治感到浑身发冷，他终于明白，斑斑的凝视并非无缘无故，而是某种提醒。之后的每个夜晚，他都将书房的门锁紧，并将斑斑关在客厅，但他再也无法直视自己的猫了。安娜的故事最为神秘，她是一位业余的灵异爱好者，总是乐于尝试各种都市传说挑战。听闻总是凝视你的猫的传说后，他主动借来朋友的猫雪球，试图验证这个传闻。他在凌晨12点前将雪球放在床上，点亮一盏昏黄的灯，准备与它对视。雪球果然安静地盯着他，眼神中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。安娜拿出手机记录整个过程，甚至开玩笑地说道：“看吧，猫根本不会做什么恐怖的事情。”然而，就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，安娜的手机直播突然中断。第二天清晨，安娜的朋友赶到她的公寓，却发现房门紧锁，屋内空无一人。奇怪的是，直播的手机仍然完好的放在桌子上，而雪球则安静地躺在沙发上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安娜的失踪至今是个谜，而她的最后一段视频中，弹幕上有无数观众声称，看到屏幕的角落里浮现了一张模糊的面孔。关于总是凝视你的猫的传说，人们提出了各种解释。有人认为猫是灵界的通道，它们能察觉到人类周围的负能量或即将发生的危险。当它们凝视你时，实际上是在提醒你，身边可能有某种隐匿的威胁。另一种理论认为，猫的凝视是对主人内心的审判。那些被凝视到感到恐惧的人，或许内心深藏着某种秘密，猫是这种罪恶的映照者。最离奇的说法提到，这一现象源于一项秘密实验。科学家试图通过猫的大脑波频率读取人类的潜意识，但实验失败，导致猫的凝视变成了一种对人类精神的侵蚀。如果你家的猫在深夜里突然凝视你，你会如何回应？是选择回避它的目光，还是鼓起勇气试着直视它眼中的秘密？或许下次你家的猫盯着你时，最好还是不要试图寻找答案。今天的传说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月下继续相伴。